尤主任，今天喝的我很尽兴，你酒量不错，我服气呀。哪里，还是陈部长的酒好。今天我就贪心多喝了几杯。尤主任，你是识货的。陈部长这虎骨酒可是当年警察总署署长给的虎骨泡的，这都多少年了，一般不随便给人喝的。那我可是有口福了。尤主任，虽然你来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在这边华人圈子里，对你是赞赏有加。郑局长一直夸你，说你办事周到体贴，人又是一表人才。他还一直想把他的女儿介绍给你，是想让你做他的女婿呢。陈部长，你就别拿我逗闷子了，还得多靠您和郑局长提携。陈部长，您的车到了。好，我们改日再约。到时候我还有其他好的压箱底的东西呢，让你尝一下。那咱们就说好了啊，我可等着呢。陈部长，您慢走。哎，好。那我们也走了，小伙子，我看好你啊。郑局长，您早点休息。那走，你们也走了啊。夜里还是有点凉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估摸着你应酬应该快结束了，还请。被烟酒牵了一晚上，有什么好闻呢？好闻？怎么？虎骨酒好喝，贪杯喝多了？你是来了多长时间？还偷听上了？我还需要偷听啊？那个人嗓门大的方圆百里都能听见。他是军人出身，好惯了。难怪要喝虎骨酒，龙腾虎啸。你可别提那个什么虎骨酒了，里面放了不知道多少种中药，那个味道简直一言难尽。那你还说它好喝？第一次见面，人家还带了自己酿的酒，也是一番美意，总不能驳了人家的面子吧？那我怎么记得，我初次给你递烟的时候，也殷勤地问你味道怎么样？你可一点没照顾我的感受，还直接说味道很奇怪，还取了个什么词？胭脂。为什么？区别对大？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当时说完也挺意外的，确实不是我的一贯作风，只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对我来说不一样吧？从一开始就不一样。那尤主任想对不一样的人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？现在刚好想亲你，来，给尤主任亲一个。我这个人从来都是生活、事业、感情都要在自己的掌控之中，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。而你是个例外，范晓，你很难懂，甚至我觉得我还没有搞懂你，就已经开始放任自己的感情失控，已经开始想害你了。你是我的一场豪赌，我能赌赢吗？尤主任什么时候输过？范晓，我虽然大你几岁，但有时候也是要听一些甜言蜜语的。今天樊总心情好，跟我说几句呗，比如我帅吗？帅，你是我见过最有魅力、最帅的男人。满意了，回家吧。你不是一直说想画我吗？
坐过去，认真画。那就别盯着我，我会拿不稳画笔的。本来只是觉得这双手好看，但是不知道这双手还真的会画画。没正经学过，倒是有些天赋在身上。那就让我见识一下我男朋友的天赋。可能是继承了妈妈的基因，她一生酷爱画画，有天分，却没什么机会。年轻的时候只能做家庭教师，教孩子画画。我大哥从小就是他的学生，他一直觉得是他选的绘画老师破坏了他的家庭，导致了他的父母离婚，所以对我妈一直恨之入骨。后来我妈妈去世，我们全家搬离了曼谷，我几乎无亲无故，他便更加针对我。小时候砸我的画板，长大了撬我的生意，所以你就逃了回来？怎么能算是逃呢？我的父亲允许我独立门户，让我带了大把的资金回来，我的2个哥哥嫉妒的眼睛都红了。所以照目前来看，我还是占上风的。不过什么？脊背放松，尤主任。我需要你保持松弛。不过我也有可能随时被扳倒干掉。我的家族就是这样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被扳倒，被干掉，最终会怎样？一无所有呗。你不会一无所有的，你还有我。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我养你。尤主任，你今天说的这番话，可算数？算数。不然，过来盖个章。正经点，我画画呢。躺好，把衬衫扣子再往下解2颗。拉高膝裤，露出脚踝。你这画画的要求就不正经。我想了想，还是要先尝了滋味，才能画得更好。尤主任的办公室还真是别有洞天啊，还有这么个小资料室。我之前来的时候怎么没有注意到？这些，还有这些，都是我之前整理的资料，虽然是一些历史数据，但还是挺有参考价值的。尤主任认真工作的样子真好看。樊总，工作呢？樊少，现在在办公室，是不是我平时把你惯得无法？进。尤主任，您看这车辆外出申请单，2个副总都要用最高级别的商务车，都说他们接待的客人很重要，我这要怎么安排啊？
小丁，过来一下。主任，小丁，去确认一下李总的客人是不是青羽药业董事长的夫人和女儿。如果是的话，安排那辆敞篷跑车接他们，在车里备鲜花和玩偶。我记得尚青羽的女儿年纪不大，应该不喜欢这些。好的，主任。小白，父子们都想用最高级别的商务车，无非是想彰显对客人的重视。可重视的方法不止这一条路可走，做事情要动脑子。如果这点协调能力都没有，只能一味的执行，那恐怕总经办的工作不适合你。主任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对了，小丁，把现在最火的 Proteus 的精华液准备一份，包装精美一点。明白，主任。去吧。好的。尤主任刚刚训人好凶啊，我在里间都害怕了。凶你就规矩点，把衣服整理好。还不是刚刚尤主任要给我种草莓，我哪敢不从啊？这一周5个工作日，你有3天都待在渤海，3天里面有一大半时间待在我的办公室。别人会以为你是商业间谍，打着投资的幌子来窃取渤海机密来了。这茶好喝吗？潘总品品。尤主任这是要端茶送客了。樊总懂得可真多呀。那之前说中文不好，词不达意，都是糊弄鬼呢。那是跟你在一起之后，看了很多宫廷剧学的。坐回去。尤主任请我喝茶，那我也得送的。周末我给你煲冬阴功汤喝。你煲？我煲。再做道咖喱蟹、辣牛肉沙拉、泰式炒河粉。尤主任喜欢看老片子，我再挑几个泰国老片子，咱们边吃边看。听起来不错呀。那尤主任的周末被我承包了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周末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不能陪你了。小游，到了，你怎么还不出来啊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赵大爷，我刚刚一没留神，没看到电梯已经到了。可能是太累了吧？看你这脸色也不太好。哎，你这礼拜天是要去加班还是？没有，出去办了点事。哦，你们年轻人啊，可要多注意身体啊。得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啊！对了，你家的门锁被我换掉了，换成了指纹锁。旧锁连同你前男友那串钥匙一块扔了。尤主任情史丰富，谁知道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有你家的钥匙？
我来。邮件到手上了，手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回来这么快？不是还有半个小时吗？这不是想你了吗？所以回来的路上开车就开得快了一点。没想到你真的会做饭。也没有，打电话和家里厨师请教的。刚才我看你在厨房挥舞着勺子，样子特别的。特别的什么？特别傻吗？特别性感。放在厨房浪费了，应该放在床上。行，听尤主任的。走，去卧室。别闹了，去餐桌。原来尤主任玩的这么野啊，餐桌上也行。哎，樊笑，先吃饭。我先吃你。我真的饿了。我也真的饿了。樊笑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去收汁。开饭。这个冬阴功汤的味道不错。当然了，这本菜谱都快被我翻烂了，研究了整整2个周末，试飞了好几锅材料。你要是喜欢，下次再给你做点别的。对不起啊，本来说好整个周末都陪你的，是我扫兴了。哪里扫兴了？现在还是周日，周末还没过呢。我其实挺喜欢这么过周末的，2个人可以安安静静的待在一起。你和你前男友没有这样过过周末？他年纪小，喜欢热闹，我陪他去聚会多一点。那他的厨艺怎么样？厨艺？他没怎么下过厨房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得你和我说过，都是你做饭给他吃。宝贝，以后煲汤啊，少放点醋，我吃不消。希望今晚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我们。这个周末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。那尤主任想在这个美好的周末和我一起做点什么呢？想要吗？你不想要吗？我想要的你能给我。我最珍贵的都给你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哎，那个游什么懒？睡也睡过了，你还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不过就是日子无聊，拿它来打发时间。玩够了，玩腻了，就甩了呗。他美，冷奈何那你那年，看你那冷了可冷。你已经达到目的了。对于尤书朗这样一个不轻易相信和依赖别人的人，你正在主宰着他的喜怒哀乐。可是，范晓，你为什么不快乐？夜里还是有点凉的。我起床把你吵醒了。每次看到你一个人在阳台的背影，就感觉你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。
好兄，下凡看一眼，就要回去了。有心事？没有。你先回去睡吧，我待一会儿就好。我是你男朋友，你有事还要瞒我？走吧，回屋。我准备把房子卖了，然后回一趟国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周末突然有事，是因为我弟弟，他在国内急需用钱，但我的存款不够，所以我准备把房子卖了。需要多少钱？我可以。范潇，这就是我不想告诉你的原因。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，但是明天中介就会带人来看房子，所以不告诉你也不妥。范潇，我们虽然是恋人，但前提我们是独立的个体。这件事情还在我能应付的范围之内。如果我实在是处理不了，我再请你帮忙。才摆好以前我潇洒帅气的照片。算了，你已经决定的事，我知道我也说服不了你。那明天搬我那儿去吧。这小破房子不要也罢，以后再买更好的。可是我已经跟公司申请了宿舍，就怎样啊，尤主任，就不要我了吗？累了，别闹，同居的事情就先算了，我们睡觉吧。弟弟，尤书郎身边怎么那么多人？什么时候他眼里能只有我一个？我一个。范潇，我老师知道我回国，想约我见一面，我们也好久没见了。那你自己……你去吧，我先去忙公司上的事。嗯。定位发给我。张晨，尤书朗的弟弟。是我。你约的这地方，就打算站着谈？那边有凳子坐，可以吗？胆子不小，用财经大学研究生的身份哄骗老年人拿出存款，带他们炒股，从中赚取佣金。结果运气不好，遇到国际股市做空，本想抄底，现在套牢了。根据合约，我只是操盘手，若有亏损，应由出资人承担，与我无关啊。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
可你错就错在贪心不足，除了佣金，还中饱私囊，揣进口袋里的钱，可比合约上的数字多多了。这能抽烟吗？是不觉得老年人的钱好糊弄？没想到这次碰到硬茬了，被人讹上了吧？我不是在听你幸灾乐祸呢。你不是在电话里说你是尤书朗的朋友，可以帮我吗？你平时就是这样直呼你哥的名字的？据我所知，你的开销都是你哥在承担。可除了这次找他要钱，平时我没见你联系过他。哼，我知道，你跟尤书朗是那种关系吧？你要是想讨好尤书朗，就好好帮我的忙，回头我让他跟你多睡几次。事情比我想象的有趣，看来我这次没白来。赔偿金加上本金，这可不是小数字。泰国房子不值钱，就算你哥把房子卖了也凑不够。可老太太的儿子可等不及你筹钱，等他闹起来，你的学位、前途可就都完了。我有钱也有路子，你这事在我这不能办。不过我没有必要通过你去讨好你哥，我想和他睡几觉就睡几觉。那你找我过来干嘛？看我笑话呀？我只是不想把房间里的照片再收起来。什么？本金和赔偿金我来替你付。老太太的儿子也已经同意不再追究你的责任。我的律师在草拟协议书，估计明天就可以签署谅解协议书了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哥，你有什么条件？我什么都能答应你。条件就是以后离你哥远一点，不要什么破烂事都找他。好像谁喜欢跟他来往似的。我找他呀，是因为他欠我的，欠我们家的，他这辈子都还不起。什么意思？这件事你怎么不去问问尤书朗啊？也对，这种事儿他怎么会拿出来说呢？张晨，我出了这么多钱，连几段陈年往事都听不了了。既然你想听，我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尤书朗他不是我亲哥，他是我妈从垃圾站捡回来的孤儿。当时他7岁，大冬天穿着单衣在垃圾站捡废品。我妈看他可怜，就领回家了。我和我妈一直相依为命，后来又多了个尤书朗。他胡止咳，做家政，什么事都做，供他读书上学，一直给他供上大学。可他是个同性恋。这有什么关联？当然有。他上高中的时候被人揭发是同性恋，然后同学们就开始排挤他，就连小混混也找他麻烦。尤书朗牛逼呀，以暴制暴，下了几次死手就没人敢动他了。他倒是4平8稳的度过了高中时期，考上了大学，却把我害了。他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刚上高1，学校里的混混动不了他，就来霸凌我。你知道我那几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每天的座位上都是垃圾，校服都是湿的，在厕所里被人群殴。他们说尤书朗是同性恋，我是他弟弟，那我一定也是。这些我都能忍，谁让他是我哥，是我从小到大敬佩的人啊。可是那天我又被人打了。小程放学了？哎，你这脸怎么了？他们又打你了？你带我去找他们。不要去吗？我们惹不过他们的。我去找他们评评理，凭什么这么打你？不凭什么，他窝囊就活该被打。你养他俩儿子，一个窝囊废，一个二椅子，不知道是个什么野男人生的。你他妈说什么？别打他！解开！妈！妈！小朗，照顾好自己，替妈妈看好弟弟。妈！
虽然我很抱歉，但这事儿跟你哥有什么关系？要不是他是该死的同性恋，这件事就不会发生；要不是他当初那么强硬的反击，那些人就不会怀恨在心，下手对我这么狠，我妈也不会因此而死。你他妈脑子是怎么长的？你自己软弱可欺，还要怪你哥的强大？如果他任人霸凌，你就有好果子吃了。你懂什么？我妈救了他一命，他却把我妈害了。尤书朗他欠我的，欠我们家的，他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我看你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无非就是想让尤书朗愧疚，给你一辈子当牛做嘛。明早10点，满福楼签协议，钱我替你付，但你别说和尤书朗见过。晚上回去给你哥打个电话，就说对面掌握的证据不充分，你只需退还中饱私囊的钱款即可。好，好，手举起来，举高的。抱歉啊，附近没有垃圾桶。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舒朗，你不是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？这里是……拿着。不用，我没那么冷。带着。哎，等等我。妈，有没有想我？对不起，去年因为太忙，连你的忌日都没来得及回来看你。对了妈，你不是一直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找到喜欢的人，不管是男女，都要带回来给你看看吗？这次我带回来了，长得很帅吧？对我也很好。妈，你之前一直说，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人出现，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挺不赖的。我想，我等到了。樊笑，你发什么愣啊？没有，我在想跟你妈妈说点什么。阿姨，我们会常来看您的，我会对舒朗好的。紧张什么？我没有紧张。哎，不用这么严肃。我之前常常坐在这儿跟我妈讲段子，我妈最喜欢听我讲故事会上的笑话。毕竟是第一次见你妈妈，我总得端正一点。樊笑，你是不是很冷啊？手冻得跟冰块一样。这山上是有点。早上出门的时候让你穿羽绒服你不穿，非得臭美穿大衣。这里不比泰国，早晨还是很冷的。走，咱们下去吧。
你前任来过这儿吗？什么？来祭拜你养母？没有，他没来过。真的？没骗我？真的，没骗你。为什么？感觉你们相处的时间可不短。他年纪小，没经过什么事，很多事情他也不理解，我之前的经历他也都不知道。原来有主人是嫌我老，不用保护我纯洁的心灵。说实话，我跟我前任在一起的时候，有点像哄孩子。我们俩除了日常生活的交流，很少有精神层面的交流。我觉得爱他就是照顾好他，尽我所能给他一个舒适的环境和心境。他后来跟我提分手，提得很突然，我没有深究，怕他难堪。其实他那段时间心思都是飘忽的，完全不在我身上。发生了什么，也不言而喻。我表面上看着大度，其实心里也是有一点怪他的。直到他后来跟我说，他觉得我对他一直很冷漠，我把自己的心封得死死的，他完全走不进我的世界。他为此感到很难过，患得患失。这时我才发觉，我好像从没想过让他了解完整的我，也并没有特别想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。我好像爱他真的没有那么多。那你对我呢？对你，我也不知道。以前我做任何事情，哪怕是开启一段新的恋情，都要分析利弊，权衡合适与否。但是在你这儿，我什么糊涂事都做了，什么糊涂账我也都认了。你看你耳朵都冻红了，咱们快上车吧。走了。还是车里暖和。这是什么？欠条？你帮我弟弟付的那些钱，算我欠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谢谢。我跟那些人沟通过2次，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人。后来我弟跟我说事情解决了，我就知道应该是你出手帮忙了。后来一查，果然如此。不让你插手，是因为这件事可能会有法律风险。可你倒好，背着我插手的彻底。能用钱解决的，就不叫神。你放心，不会有风险。主要是你家的门锁，我刚换，窗帘还有床都挺贵的，换了可惜。还有我那些玉树临风的照片，我摆了好久，找着最佳角度，保证你从家里的任何一个房间、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到。活了快30年，向来都是我替别人遮风挡雨，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人站在我的前面。现在，我竟然也可以是一个软弱的人，被男朋友照顾的感觉很不错。樊潇，谢谢你。不过，下次要是再敢不听我的话，定罚不饶。要与我结伙，显然境焦灼，交换着一致心事，温在这泪痣，烟雾散后就接到所以，我和你的前男友一起掉进了湖里，你就忍？
跟我在一起之后，你是古装戏还是家庭伦理剧看多了呀？救谁？谁都不救，爱死不死。